作为中国空军功臣，苏27战机诞生之路都有哪些波折？新年开始不久，解放军北部战区某支部队就开始进行新年开训实战化演习。演习的主角是有着空中炸弹卡车之称的歼16战斗机。而说起歼16战机，就不能不提到中国空军的功臣苏27战机。它不仅在中国发展的关键时刻守卫着国土安全，还促进了中国空军的现代化发展，对中国的国防事业起到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苏27的诞生也并不是一帆风顺，过程同样充满了重重波折。假如中间稍微偏差了那么一点，或许现在是另一番局面也说不定。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苏27战机的艰难诞生之路。上世纪60年代，美国的 F4战机在越南战场上总是被苏联的米格17击落，美国很不甘心，开始投入大笔资金研发新战机 F15。作为对手的苏联一直关注着美国，知道了这个消息后，也决定研发新战机，计划并命名为反 F15。目标就是要超过美国正在研发的 F15战机。然而在研制新战机的关键时刻，总设计师苏霍伊去世。好在这个时候设计已经基本完成，可以进入下一阶段了。很快样机被制造出来，接着进入试飞过程，空军鉴定通过，预生产型开始准备制造，项目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似乎很快苏联空军就能驾驶上新飞机了。然而新任总设计师西蒙诺夫在飞机试飞过程中察觉出了它有严重的缺陷，思索良久，他决定否认之前的方案，重新设计。对于当时并没有多大名气的他而言，推翻著名设计师和恩师双重身份的前任方案，无疑是一个艰难的决定。与此同时，他还要说服军方和航空工业部。当时，美国的 F15已经研制成功，并开始进入基地换装。苏联的进度本就落后了太多，军方此时迫切希望新飞机能开始服役。航空工业部同样也不愿意再继续进行下去了，因为这个项目已经持续了8年之久，重新再来过的话损失太大。最终，西蒙诺夫坚持了下来，说服了军方和航空工业部，开始对原方案进行大改。相比之前的方案，修改后的几乎是一份新的设计。但是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耗费了大量心血设计的新战机在试飞时不停坠机，项目蒙上了一层阴影。西蒙诺夫此时没有退缩，他顶着重重压力，一面努力寻找问题，一面反复验证猜测，同时加快试飞进程，使问题暴露出来。最终问题被成功解决，苏27横空出世。1987年，苏27以一件冷战时期著名的空中手术刀事件，向世界宣告了它的来临，从此开启了一段空军界的传奇历程。